当初西晋平吴虽然灭亡了吴国政权，但是那是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东吴的原本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基本上没有受到大的破坏，大族势力基本也没有损失，这就造成了江南有自成体系的社会系统，有没有中央控制都无所谓，甚至此前八王之乱期间，江南出现了几次叛乱，都是本地大族带着家兵自行解决的，根本无需中央出兵。当然，那时的西晋朝廷正打得死去活来，也确实没有力量来支援江南剿匪。因此，在契丹、顾荣等人参拜司马睿及上巳节活动打开局面之后，王导立即开始趁热打铁，加速重点围猎江东大族。他给司马睿建议说，顾荣、贺询是江通本土名望家族的代表，千金买马骨的案例我就不说了。既然他们两个首先表态向将军您示好，那只要给他们两个足够的政治回报，给其他大族打个样，不愁无人不来。司马睿则立即同意了这个方案，并且指派王导落实统一战线，亲自去顾荣、贺询府上拜谒，并在随后任命顾荣军司马加散骑常侍，任命贺询为吴国内史，负责本地政务的大小事宜。史书明确记载，这两人接受司马睿的征召之后，整个江东都无会风靡，百姓归心了。那问题又来了，顾荣、贺询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他俩一来，其他吴人就一定会被打动呢？鉴于篇幅原因，我们直接说重点。最先表态的顾荣，首先看的是他的出身，他是原吴国丞相顾雍的孙子，这决定了他的见识、能力、名望，以及最重要的，他在九品中正制里面的品级。其次要看他是谁的人。整个八王之乱期间，哪怕西北孤中的刘琨先生也曾经多次辗转于多个主子之下，顾荣也自然不例外。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在遇到司马睿之前，顾荣是司马越集团的军资祭酒，关键词，他和司马睿一样是司马越一党的人。第三，就是要看他的能量了。司马睿还没到江东之前，江东集团首先发生了陈敏叛乱事件。陈敏趁着西晋内乱，带着自家宗族子弟和部队杀进关，占领土地，驱逐本地豪族，其势头已经发展到了像孙权一样即将割据江东的趋势。而顾荣却有能量能代表江东士族，像陈敏这样一个乱臣贼子劝谏，或者准确一点是谈判，让陈敏这个逆贼不得不选择与江东豪族合作，保护江东本地势力没有死于陈敏屠刀之下。在保护好本地势力后，紧接着顾荣再出手，分化陈敏手下将领甘卓，并联合其他江东名望如周启、季瞻等人，一举挫败了陈敏。陈敏部众溃散，单骑逃到江边，被临阵斩杀，他的母亲、兄弟、妻子、儿女全部被诛杀。关键词，顾荣是江东士族领袖的枢纽，且手里有兵，消灭一个陈敏这样的割据军阀不是难事。看完顾荣，再看贺询。贺询祖上也是大官出身，在汉朝的时候就做到了侍中，东吴孙皓时期家里做到中书令。如果说顾荣是江东领袖之望，那么贺询最大的功绩就是维护了江东的安定团结。八王之乱刚爆发的那一年，江东地区先是爆发了李陈作乱，紧接着是石兵之乱。西晋朝廷里贾南风还在忙着杀司马伦，管不了江南的事儿，是贺询和本地的豪族代表们团结起来，为了捍卫美好的江东生活，共同驱逐乃至消灭了贼寇。而会稽郡没有遭受贼人劫虐，都是贺询靠一封书信得以保全下来的。战争结束之后，贺询没有给朝廷要一分钱的报酬和官职，深藏功与名，回家继续做自己的地主老财了。同样的，陈敏作乱的时候，江东豪杰被杀了一地，却始终不敢对贺询下杀手。一句话，贺询是真正的江左之望，真正的德高望重。司马睿见到这二人示好之后，随即大笔一挥，纷纷安排重要岗位。除了顾荣、贺询之外，和顾荣一起诛杀陈敏、保卫江东的季瞻，被司马睿任命为军资祭酒，后转任为征东将军长史。薛谦是与顾荣、贺询、季瞻、闵洪齐名，号称五运的江东代表，也被司马睿任命为军资祭酒，不久转任丞相长史。其实司马睿到底是怎么在江东立足的？晋书编写组早就告诉了我们答案。在上书这些人的传记之后，史官明确表达了这些江东英豪的作用。他说，元皇帝还没到江东的时候，
在淮海地区准备创建基业。当时百废待兴，渴望群臣英豪的辅佐。顾荣、贺询、季瞻等人都是南京中谏，高门贵胄，他们听命于元皇帝，参与国政，法令要靠他们编辑，朝廷要靠他们谋划，所以他们的成就才如此非凡，才能在名望上高于一般的官员，能够担任朝廷重要官职，功成名利，光荣国家。因此本质上，王敦、王导、司马睿在江东建立的政权，是司马睿集团大量让渡官职给江东士族，以换取江东人士对自己的支持。最为典型的案例莫过于顾荣，他曾经给司马睿上书，替自己的朋党子弟安排官职，司马睿则表示全部同意，一口气批准他所要的8个高级干部编制。一句话，司马睿集团和江东本土豪族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利益交换。渐渐在南方站稳脚跟的时刻，北方的乱局有了关键的结果。我晋的大皇帝怀帝被匈奴人抓了，我晋的首都洛阳被匈奴人烧了，即永嘉之乱爆发了。国破家亡，但也要抗争到底。死里逃生的西晋高级官员们，例如傅芝，在河阴县建立临时政府，并以西晋朝廷的名义进行人事安排。其实在沦陷之前，傅芝等人鉴于我晋的北方的有生力量已经在苦县大屠杀被全部残害，而且马上有洛阳沦陷的可能性，现在放眼全国，实力完整且听从我晋号召的力量也就只剩下北京的王俊、凉州的张轨和江南的司马睿。因此在司马越余党被石勒于苦县屠杀殆尽之后，朝廷对这些残余的我晋势力的政治地位进行了大幅度的提拔和委任，以求能够在京师陷落、北境沉沦之后，让他们代表朝廷保留一丝香火。北京的王俊升任大司马、大都督，南阳王司马模升任太尉、大都督，凉州的张轨升任为车骑大将军，而我们的主人公司马睿升任为镇东大将军兼都督阳、江、襄、交、广5州诸军事。元皇帝司马睿迎来了自己政治上的一次绝对意义的进步，从此他再也不是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王，也不是千军万马中那个无足轻重的安东将军，他现在是晋朝的4征4镇将军，长江以南2/3的地区都在他的都督之下。他所在的地区是我晋残余军民为数不多的可以流亡的几个地方，所以从此刻开始，司马睿和江东在晋朝的政治格局中变得异常重要起来。如此石破天惊的时刻，王导自然是打起12万分精神对待。当他发现洛阳沦陷之后，北方的豪族、大户、名望以及朝廷残存的皇室官员、军队都在四处逃难，尤其是绝大多数往江东逃难的时候，王导意识到一次绝佳的壮大自身的机会来了。王导建议司马睿把他们中间有名望的人吸收到王府来，充实力量，而司马睿欣然接纳，前后吸收了100多人在王府做官。现在再回忆当初王导力劝司马睿南下建业，不由得让人感慨，或许两人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意识到宗室贵胄留在北方大约都会死于非命，而逃难渡江或许能留得一条性命。此时是永嘉5年，公元311年6月，刘聪的军队攻入洛阳，晋怀帝在逃往长安的途中被俘，太子司马权被杀，史称永嘉之乱。朝廷真的已经被胡人消灭，仅存的西晋高层意识到必须倚仗那些还在外地镇守的力量，因此时任司空的荀藩死里逃生之后，再次以朝廷的名义给司马睿升官。司马睿再次获得政治上的巨大进步，成为除了洛阳、长安以外所有西晋地方势力的盟主。只想逃命的司马睿此时俨然是整个帝国的希望。而永嘉之乱是一个持续的过程，2年之后被俘虏的怀帝会被匈奴人杀死。坚挺在长安的司马邺随即接过大旗，登基称帝，史称晋闵帝。但同样的，几年之后长安也会被攻陷，闵帝则会投降匈奴汉，并在不久之后被杀死。到那时西晋彻底灭亡。到那时放眼望去，整个北方已经没有任何宗室王存在，全国仅存的拥有完整力量的皇室血脉只有司马睿一个人。到那时候司马睿会迎来一次更大意义上的进步，以刘琨为首，包含段匹敌、曹仪和慕容伟在内的180名高级干部劝进司马睿登基，也就是开头所说的317年，司马睿应天受命，见疾随游，正式称帝。
当然，那就是我们后面几期的内容了。那么，应该如何评价司马睿这段旅程呢？所以，今天视频最后我们没有阴暗小故事，我们来聊一聊南下渡江这一事件的绝对重要意义。司马睿误打误撞的逃命之举，却意外的在北方沦陷之后，在江山覆灭、神州陆沉的关键时刻，与南方建立了一个能够保存汉家力量的根据地。永嘉之乱，洛京沦陷，中原士族10之6、7携家带口都选择南下渡江避祸。正是因为此时司马睿已经基本上建立了稳定的组织和政权，而剩下的那3/10，有的人投往滨州刘琨，有的人投往幽州王浚，还有的人去了更遥远的凉州张轨。而我们知道，北方确实回天乏术了。所以当中原大姓都到了江南司马睿处归附，人口剧增，力量充实之际，司马睿集团，或者说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王导，借无人的土地接纳重置了许多北方迁居之人，这也就是保存火种的永嘉南渡。在王导镇之以靖的方略之下，当时江南最富庶也最具生机的重镇荆州和扬州，并没有因为晋朝中央的完蛋而陷入到割据、内斗甚至投机的危险境地当中。虽然江左很快就会有王敦之乱、苏峻之乱、郭沫暴乱，但在国家刚刚灭亡的关键时刻，在王与马的左右逢源、协调各方、甘心妥协之下，江南整体表现出社会安定的状态。一个人口众多、利益均衡、较为团结一致的政权在王与马的手中诞生了。而这个小朝廷也确实为保存中华民族香火做出了巨大贡献。不要瞧不起这支在江南偏安的小朝廷。上一期我们说过，当永嘉之乱怀帝被抓的时候，石勒正磨刀霍霍到达淮河。除了连续3个月天降大雨阻挠他的步伐之外，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这个江南小朝廷曾经逆势而上，率领军队和江南子弟全部集结于寿春，严阵以待，延迟、阻滞，甚至威慑住了截胡的野心。倘若江南没有有力的政权，没有可用的官僚和军队，或者司马睿又像霸王之乱中那些司马门一样，一味的掌权残害不同政见，不知道垂孔而治，又或者王导没有超高的左右平衡的能力，没有敢于牺牲门户私利的理想主义精神，那就不会存在东晋帝国这件事，就会让霸王之乱不死于外敌也死于内斗的司马家旧故事再一次上演，就会让被女真覆灭的前一刻还在内斗的南明故事提前1000年上演。所以无论书上是怎么恶心司马睿，说他是牛心的孩子，也不论后来王家把持朝政、王敦之乱多么恶劣，我们都应对此时此地王与马勉力支撑的这个小政权，对他们各自的努力给予足够的尊重。OK， 拜拜。